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Google Gemini， 但其实大部分人用到的都只是最表面的那一层，问几个问题，做几个总结，写几段文案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已经把这个工具摸透了。但真正在这里面的问题，不是你有没有打开 Gemini， 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进入它真正有价值的使用层级。很多人现在对 AI 的使用，有问题就问一句，有想法就让它改一下，有内容就让它润一下，这样当然也是有帮助的。但是你如果只停在这里，你其实只看到了入口，还没有看到全貌。如果你想真正把 Google AI 变成你工作的系统，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，里面包括了15个 Google AI 工具、完整地图、5条变现工作流、15个可直接复制的 prompt 和7天的执行清单。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区找到链接，直接免费领取。今天这一支视频里，我要带你系统的看清楚一件事， Google Gemini， 尤其是更高阶的 Pro 这一层，已经不只是一个聊天工具了，它已经开始具备可以自动处理工作、生成多模态内容、承接研究任务、整理文件、分析数据、建立流程，甚至固定执行任务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学一个 AI 工具，但真正懂的人已经开始用它搭建系统了。看完这支视频，你会得到3个非常实用的收获。第一，你会知道 Gemini 免费层到底已经能做到什么，而且很多能力其实已经强到让大多数普通用户明显提升工作效率。第二，你会看懂更高阶的版本，真正值得付费的点，不是回答更聪明这么简单，而是它已经开始承担研究、分析、执行这些原本需要人来做的工作。第三，你会理解 Google 其实把很多真正有杀伤力的能力放在了 AI Studio 这样的实验入口里，而这些功能一旦组合起来，你用的不再是一个工具，而是一套工作系统。你好，我是 Terry On。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的忙碌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的系统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只讲重点。我们先从大多数人都能用到，而且已经非常实用的部分开始。第一个场景是做竞品研究。假设你找到竞争对手频道上一支90分钟的产品演示视频，以前你可能会怎么做？你大概率要自己拖进度条，一边看一边记，一边去抓重点功能，甚至还要来回找字幕，核对时间点，确认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。现在其实不需要了，你可以直接把那支 YouTube 链接交给 Gemini， 然后让他看完整个演示，把出现过的功能按照类别拆出来，比如自动化、报表、整合能力，再附上每个功能出现在视频里的时间点。这样一来，你原本是在处理一个内容消费任务，现在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信息提取任务，它能直接把一支长视频变成结构化的信息，这个价值很大，因为你不再是看视频，你是在提取情报。这2个动作听起来很相似，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。看视频是你跟着对方节奏走，提取情报是你让内容按照你的目标重新组织。对于竞品分析、教程学习、线上讲座总结，这种方式可以把你原本1小时以上的工作压缩成几分钟的结果整理，尤其是当你只是想知道重点功能、关键变化、流程差异的时候，这种效率差距会超级明显。第二个场景是很多公司内部最痛苦的一类资料，比如政策文件、合规文件、流程文件等等。比如你要给远程团队做 onboarding， 要让他们理解公司是如何安全的处理客户数据的，但是你手上是一份40多面又长又复杂的制度文件。大多数人看到这种文档，第一反应不是学习，而是直接跳过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配合，而是因为这类内容本来就很难读、很难记，也很难真正消化。你可以把这类 PDF 丢给 Gemini， 然后让他把整份文件改写成一个故事，比如一个新员工是如何在安全负责人的带领下，一步一步学会怎样正确的处理客户的资料。如果你想让内容更容易记，还可以让它配上一些简单的插图。重点不在于好不好看，而是在于能不能被记住。很多制度文件的问题不是内容不重要，而是表达方式太难被吸收。你把它从文件变成故事，员工更容易看完，也更容易记住关键点。第3个非常关键的能力是引导式学习。假设你在学一个比较难理解的概念，比如 API Rate Limiting， 大多数工具会做的事情是直接把解释一次性丢给你，看起来很完整，但问题是你看完不代表你真的会。
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学会，你需要的不是被动接收，而是被一步步带着思考。你需要的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一段说明。有一个模式叫做 Socratic Mode， 本质上就是让 AI 不直接给答案，而是先问你问题，再根据你的回答做修正，然后再继续引导你往下走。这个过程会逼你从看懂升级到想懂，尤其是像代码概念、营销框架、财务模型这些内容。如果你只是看解释，很容易以为自己懂了，但一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卡住。这种引导式学习更像是一个会根据你当前水平动态调整节奏的教练。接下来这个能力，很多老板、团队负责人、顾问、运营人员都会觉得非常实用。你刚做完一个复杂流程测试，比如测试某个新系统的操作方法，团队接下来要复制这个流程。传统的做法是，你要自己把每一步写出来，自己手动截图、解释、标时间，最后整理成一份 SOP。整个过程非常花时间，而且最累的地方不是在做流程，而是在把流程重新讲一遍。现在你可以只录一段无声的屏幕录制，里面没有旁白，只有你的点击和操作，然后把视频上传给 Gemini， 让他看完整个过程，并写成一份逐步的 SOP， 包括每一步在做什么，发生在什么时候。原本5分钟的录屏可以直接变成完整的培训文档，而且这个用法在内部流程、客户交接、员工 onboarding 上都很有价值，因为你不是一直在重复解释，而是在把动作变成系统。再往下说就是品牌语气这个问题了。很多 SaaS 品牌或者专业服务团队都会遇到同一种情况，品牌想呈现的是自然、自信、没有废话的风格，但是一旦把内容交给团队写，就开始出现很重的企业腔、套话、空话，最后整段内容看起来像是机器写的公关稿。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，不是团队不会写，而是每个人的语感、表达习惯、判断标准都不一样。如果没有一套稳定规则，最后写出来的内容就会越来越散。Gemini 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，就是自定义 Gems， 这个本质上就是让你把你的写作规则和语气固定下来。你可以建立一个专门负责品牌语气改写的 Gems， 告诉他要用短句，用主动语态，不要出现行业黑话，不要用某些你不喜欢的词，还可以把你过去写的最好的文案范例直接喂给他。这样以后不管是邮件、社交媒体内容、技术说明，团队只要把草稿丢进去，它就会自动帮你统一风格。重点不在于帮你写，而在于帮你统一。统一才是品牌内容能不能长期建立信任感的关键。然后是信息上的处理，你可以让 Gemini 去整理最近1周的邮件，找出所有跟发票、截止时间、审批相关的内容，按客户分类，再告诉你今天有哪些需要处理或者回复。这个用法的核心不是帮你找邮件，而是把你每天最耗精力的杂物从一封一封看，变成帮你筛选信息。这中间省掉的不只是时间，更重要的是注意力。它甚至还能帮你写一些简短的回复，比如已收到发票，这个星期会处理付款。一旦你真的用起来，你每天的状态会从被邮箱拖着走，变成先看到整理好的重点，再做决策。接着我们来说内容的生产。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你要写一篇关于5种1000块以下的家庭办公桌配置的文章，而且你不只要文字，还要对应的视觉。传统流程通常都是分成3段，就是先写内容，再找图片，最后再统一整理和排版。现在你可以直接让 Gemini 写完整的文章，并为每一部分生成对应的图片，再附上价格拆解。它会一次性帮你生成整套内容，文字和图片是同时出来的，而不是分开处理。这代表你不是在做3份工作，而是在做一份组合型输出。对于博客、社交媒体、PPT、培训材料这种一体化的输出是很高效率的。到这里，其实你已经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：就算不付费 ，Gemini 已经可以成为你的邮箱助理、你的文件改写工具、你的学习教练、你的品牌风格编辑器、你的内容生产工具。问题从来都不是它能不能做，而是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这些位置上。但是今天真正的重点其实从这里才开始。当你从免费层走到更高阶的 3.0 Pro 这一层时， Gemini 的使用方式会完全改变，它就不再只是更会回答，而是开始出现另一种工作方式。我把它总结成4个字：研究、分析、记忆和执行。我们先说研究，其实就是 Deep Research。Deep Research 其实不是搜索，它更像是一个 agent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你给它的不是一个零碎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研究任务。比如你让它研究最近90天里
最受讨论的5个 AI 突破，并且聚焦这些突破对 marketing 的实际影响。它不是给你几条链接就算了，而是会自己去找资料、看文章、整合信息，最后交回给你一份结构化的报告。很多人以前做研究是在浏览器里打开几十个页面，然后自己做摘要。现在的变化是 AI 可以开始承接阅读并综合的这部分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高阶版本和普通聊天工具之间开始出现本质差异，因为一旦一个模型能替你读、替你比、替你整合，它就不只是省时间，而是在改变工作分工。第二个是上下文能力，也就是它能记住多少东西。Gemini 有接近200万 token， 也就是说它可以处理非常长的内容量级。你可以一次过上传10份季度的会议记录进去，让它找出所有提到预算问题的地方，并按日期整理。或者你也可以丢几十份的合同，让它找出反复出现的风险条款。这个能力的重要性在于，它改变了人处理复杂信息的方式。你不需要再先手动去筛选、手动去找，再手动去做总结。这里的变化很大。以前你是先花力气把信息缩小，再开始去分析。现在你可以先把大范围信息整体交给他，然后直接提炼出你真正关心的问题。第三个是分析能力。Gemini 有一个很强的用法，你可以上传销售表或者连接 Google Sheet， 然后直接告诉他说帮我分析趋势，找出最赚钱的产品，并用图展示出来。这里最关键的点不是他会画图，而是你不再需要先自己清理字段，做透视表、写公式，再决定图表怎么做。你是直接用自然语言描述你想知道什么，然后让他把数据理解、分析、可视化的整合成一个结果。这会把原本技术门槛很高的动作变成一个更像提需求的过程。这种能力对于很多业务人员、创始人、团队负责人来说非常有价值，因为他们要的不是 Excel 技巧，而是更快的看到趋势、异常点和机会点，从中得到可以做决策的信息。第四个是会议整理，你把 Zoom 或 Google Meet 的会议转录稿丢进去，让它把所有行动项提取出来，标记对应的负责人和截止时间，最后整理成一个表格。你最后拿到的是一张可以直接复制到 Follow Up 邮件里的行动清单。这个部分要被消灭掉的是那种开完会之后还要重新看会议记录，再一点点抓承诺事项的低效动作。会议结束以后，人最不该花时间的是回看会议本身，而应该开始进入执行阶段。接下来再进一步是定时执行，你可以在 Gemini 设定每天固定时间，生成一个关于热门科技的报告，附带价格变化和最近的新闻，每个星期整理数据，固定时间推送信息。重点是你可以把重复性的需求固定下来，研究报告可以定时，提醒可以定时，邮件草稿可以定时，数据更新可以定时。你设置一次，它就会持续跑。很多人今天还停留在有需要再打开 AI 问一次，但是系统型的用法是我定义一次，让它以后持续做给我。如果你写代码，它也可以帮你。Gemini 是可以写代码、执行代码和调试代码的，也可以导入 GitHub 仓库来提问。这个能力对技术团队的意义很直接，因为你不只是把一段坏掉的 Python 代码丢给它修复和测试，而是可以让它基于一个真实代码库去理解上下文，再协助定位和修改问题。对于做产品、做自动化、做内部工具的人来说，它更像一个能快速进入上下文的协作助手。讲到这里，其实还不止这些。Gemini 主界面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多人没认真去碰过的一个入口，那就是 Google AI Studio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做更多的组合。在后面是 Analytics、Cost、Access Logs。这里，如果你只是个人玩 demo， 可能会觉得没什么，但一旦你做得多，这些东西就会非常现实。你今天到底送了多少 token， 出去了多少 cash， 用了多少，哪些请求被 rate limited， 成本花了多少，哪个模型花的最多，全都可以看。我猜 Anthropic 接下来很可能会做一件事，给这类文字式 agent 配一个可视化的搭建和理解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 Manage Agent 虽然已经很强，但人理解系统天然还是很吃视觉结构。我们为什么一直觉得 M8M、Make、Zapier 这种无代码平台好上手？不是因为他们逻辑更先进，而是因为你一打开就能看到这个节点接那个节点，再接那个节点。人脑对图的理解天然比对一长串的文字更快。你一张图能看懂的东西，换成文字可能要读上千字。再看图片视觉生成方面
你可以上传一张参考图，让它分析风格，再生成类似的新图。举一个例子，你可以先找一张竞争对手网站上的 banner 作为参考图，把图上传给 Gemini， 让它分析这张图，并写出一个足够细的提示词，再把这个提示词放进图片生成里，你会得到一张同样的风格，但不是原图的新图。这背后的关键不是抄风格，而是学会把视觉参考转成可生成的结构化描述。对做营销素材、社交媒体、PPT 视觉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条很实际的工作流。然后再进阶一点，你可以把静态的图片做成一个带轻微运动、镜头推进和光影变化的视频，可以用在网站的头图、社交广告或者演示的开场。但是 Google AI Studio 最有战略价值的其实是流程搭建。我给你2个例子，第一个是网站审核。假设你是顾问公司，要给客户做网站诊断，以前这意味着你要自己打开网站，看 SEO， 看页面速度，看关键词，看商业定位，再整理成一份报告。现在你可以把流程描述给系统，比如只要输入一个网址， AI 会自动分析 SEO 问题、关键词的空缺、定位问题和技术问题，最后输出成 Google Docs 报告。这不是单次问答，而是把一个服务流程变成一个可复用的小工具。第2个例子是内容生成，只要输入一个主题 ，Gemini 去找这个主题相关的最近的文章做摘要，然后生成一张头图，再把整套内容排成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或者 newsletter 的格式。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快，而是你把多步骤流程串起来了。搜索、整理、写作、出图、排版，原本是5段工作，现在可以变成一个流程。你甚至可以把深度研究和工作流结合起来，比如用 Gemini 先做 Deep Research， 再自动输出成 Google Slides。虽然初稿可能比较偏文字化，但是你稍微套个主题调整一下，就已经能进入 PPT 演示的阶段了。再来，你还可以上传一张产品图，再描述目标受众群和特定的语气和风格，它就能自动给出社交广告的标题、文案内容和视觉方向。这一类用法的共同点是，你不是在让 AI 替你想一句话，而是在让它替你跑完整个小流程。还有另一个很值得讲的方向，就是 AI Overview。它的意义不是取代搜索，而是把搜索从找链接推进到先给你一个综合答案，再允许你继续追问。比如你问一个无代码的视频编辑器哪个比较好，它不只是列链接出来给你，而是直接给你一张对比表格，包含价格、功能、优点、缺点和常见问题。而且你还可以继续问，答案的范围会更加具体。比如你可以从报告里截一张图表出来，然后把它丢给 AI Overview， 问它这组数据现在还准不准，系统会识别图里的数据点，再自己去找近期的来源做比对。这对做研究、做内容审核的价值非常大，因为它解决的不是找资料的问题，而是避免用过时资料的问题。还有一个经常被低估的能力是实时屏幕反馈 Stream Real-Time 的模式。你可以共享你的屏幕给 Gemini， 让它实时看你正在写的邮件、正在改的设计、正在检查的代码，然后给你反馈。比如你正在写一封客户邮件，自己总觉得语气不对，你可以直接共享给他，让他判断这封写法是不是太强硬了。这个能力本质上是把 AI 从事后问答变成实时协作，这中间最核心的变化不是速度更快，而是反馈的时间点提前了。以前你是做完再问，现在你是边做边修。另外还有2个关键细节，第一个是一键导出，只要 Gemini 生成的东西足够有用，无论是总结、表格、脚本还是报告，都可以直接送去 Google Docs 或者 Google Sheet， 而不是复制粘贴到一个文档了，之后又再去重新整理。第2个是优化结果，比如生成语音时，你还可以额外加风格的说明，比如给 AI 知道声音要像在和朋友解释一样自然，重点之间要有停顿。这2个细节背后说明的是 AI 输出不只是一次性结果，而是可迭代、可落地、可交付的工作状态。到这里，其实今天整支视频真正的核心已经很清楚了。大多数的人犯的错误是把 AI 当成一个搜索工具，问一个问题，拿一个答案，然后就结束。但是 AI 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这样，真正的价值在自动化流程，在多模态生成，在自定义 Gems， 在深度研究，在长上下文分析，在定时执行任务，再把很多重复动作变成可复用的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有没有接触 AI， 而是你有没有把 AI 放进你的工作系统里。会问问题只是入门，会搭流程才开始进入生产历程，会把这些流程固定下来，持续替你运行，那才是真正进入了新的规则。
如果你想更系统的把 Google AI 变成一个可以提高效率，甚至帮你赚钱的工具，我已经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，里面不只是工具介绍，而是完整的流程，可以直接用的模板，还有执行路径。链接我放在说明区，你可以直接去拿。记住一句话，很多人还在向 AI 要答案，但更高阶的人已经在用 AI 要结果。答案只能让你知道一点东西，结果才会真正改变你的时间结构、收入结构和工作方式。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，觉得信息量很大，这是正常的，你不需要一次把所有能力全部学会。更有效的做法是从每一个模块里各学2、3个，真的拿去用，用在自己的邮件上，用在自己的数据上，用在自己的内容上，用在自己的 SOP 上。因为价值永远不是来自知道有这个功能，而是来自这个功能已经进入你的系统。如果你想继续看懂这个时代的新规则，想系统性学习怎么把 AI 变成你工作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偶尔打开来问2句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Terry Yong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